meaning of being a gentleman has changed over the course of time. Nowadays, any man can be a gentleman if he wants to. Attitude, manners, style, attention to details. A gentleman should give you the feeling that he is self-confident, successful, and deserves some kind of respect. Becoming a gentleman is a journey, an aspiration to pursue personal betterment, self-awareness, knowledge, and motivation. I welcome you on this journey, meeting professionals that are eager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s and advice. I welcome you on this journey, the gentleman journey. Hello Brendan。 Hello Fabio。 很高兴有再见面了。谢谢。其实我第一次穿你们家的西装，几年前我参加我第一部电影的记者会，然后当时服装师来借你们的西装，然后我的西装很好穿，谢谢，很有型，然后很想跟你们多了解西装。OK， 没问题的。因为我很喜欢穿西装，但是常常在台湾会被问，你去哪里？去参加什么婚礼？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吗？然后我不懂为什么台湾会每次看到一个人穿西装会有这种想法。是，你觉得呢？其实，在早期台湾还蛮常穿西装的，只是说后来因一些快时尚啊、一些潮流的影响，所以慢慢的穿西装的人比较少。那可能对于西装的既定印象又是走比较正式一点的路线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说，好像穿西装是有一些特定场合才穿着的。因为常常会看到一些很久以前台湾的照片呢，然后说穿得好帅哎，每个男生穿西装，我说很有型。然后感觉现在其实当然时尚一直改变了，现在 streetwear 也很流行。但是我说你看到一个男生穿西装，我会觉得哇，很想跟他沟通，很想跟他当朋友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种生活态度。是，对。那我很好奇 Gote 这个品牌来自哪里？Gote 的话其实是我们台湾自己的自有品牌。那Gote 这个名称的话，它其实是源自于古北欧文，然后以现在的意思的话是赞扬男性，比如像是 gentleman 的意思。gentleman 的意思。Yeah. OK。然后款式的部分，像你今天穿的是比较像 blazer 吗 ？Yeah。因为扣子的部分。我们是这样看吗？没错。那西装，你觉得如果一个人现在需要买一个他的第一个西装，你会推荐什么？其实如果说是买第一套西装的话，我建议是以实用性来穿着的话，是可以选择像是灰色系或是蓝色系作为它的第一套西装。OK， 为什么？因为它在于说场合上的搭配，你可以正式 business 的场合穿，或者说你可以今天想要穿一个 T 恤或是不打领带 shirt， 比较呈现一个 smart casual 的感觉，都是比较适合的。如果穿黑色西装，可能很多人会以为你可能去上班了。是。因为我知道在台湾很多男生穿西装，因为是必须要的，因为是去上班。可是像我们在欧洲，其实穿西装是一种兴趣，就是他们很喜欢这样打扮的。那西装有什么配件呢？你觉得可以让我们的创作更丰富？西装的话，其实我们在于一些配件上，比如像是领带的部分，或者到时候你在这边可以搭配一个 pocket square 口袋巾，甚至说像是 cuff link 袖扣，它都是一个让质感更加分的一个小细节。OK， 因为常常像我穿西装的时候，我其实是比较 classic 的人，所以常常是灰色，或是深蓝色，或是黑色，然后我的衬衫是白色、黑色，是蓝色。我比较不敢穿这种像一种 stripe 的衬衫，或是那个领带也是比较简单一点。可是我会想要体验的。OK。那像今天我带了一些，这个是在我家的一些领带呀，或是一些你说刚刚那个 pocket square， 有什么你觉得什么颜色或是什么 design 是比较适合西装的颜色？如果说像是以搭配的配件类来说的话，因为配件它的范围比较小，所以我们可以搭配比较浅色、比较亮色一些。那甚至有的是说你的西装上面还有一些隔线有不同的颜色，我们就可以去抓它上面的颜色作为搭配。这样的话，不仅让效果是一个呈现比较丰富，看起来也是和谐的感觉的。
那像比如说这个是这个，我很喜欢这个领带，但这个有 dot，那是不是这个比较不适合你的 stripes 的衬衫？对，像是如果说您的衬衫或是西装的话，它上面的纹路已经比较多了，那相对的领带的话，我们会有稍微比较素雅一点点。像这一款就很适合搭法比欧您今天的造型。你知道今天，你知道这个？可以吗？你知道可以？这个的话，就是你看它是一个蓝色，去搭配你身上这个衬衫的浅蓝，做一个层次的堆叠，然后再加上它有 dot， 它让这个领带是更活泼，更有一个明显的主题感。了解。那你知道台湾的气候比较冷，比较湿。我很想了解台湾西装有分什么款式、什么布料，然后有什么布料比较适合在台湾穿的？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客人是选择是天然的材质，比如像是比较四季厚度的羊毛，或者说想要比较夏天穿着像是亚麻、蚕丝等等这种比较透气的布料。OK， 那你会觉得穿西装需要注意什么小细节？比如说长度啊，还是就是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西装的外套需要比较短一点，所以你的腿会看起来比较长。可是有什么你觉得一些小细节需要注意？其实我们穿西装最重要的是它的合身度。那所谓的合身度的话，其实太紧跟太宽松都是不太好的。那像是以法国，你今天穿起来就是一个很典型、很优雅的。那我们穿着的细节上的话，衬衫都会稍微露出一点点。然后再的话说，其实很多台湾人的想法是说，我是不是衣服要穿的比较短一点点才会看起来腿长，其实并不是完全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穿西装会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起来好看，就是它有修饰的效果。那像是我们的长度有适当的长度以后，它可以挡到我们臀的这个宽点，看起来的话比例上更会有一个比较延伸，看起来更修长的感觉。OK， 对。那再来的话就是说，其实裤子的高度的话，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。如果说像是你像牛仔裤穿那种比较低腰的话，等于说你上半身就变长了，所以的话我会建议是选择到中腰的高度，那看起来腿部的时候是有更往上延伸的。了解。所以不然的话，好奇像在亚洲哪个布料会比较适合？其实像是在台湾的天气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太热啊，穿不了西装等等之类的。那其实我看他们冬天也没在穿西装。真的。对。那如果说是依台湾这种天气的话，我会建议是选比较像这种类型。这个的话是比较轻薄的纯羊毛，它穿起来的话透气度会比较好。那如果说是你要穿一些比较正式场合啊，或者说一些半正式的话，其实这个都还蛮不错的。如果说今天我想要参加一个 party 比较轻松好玩一点的话，就可以选择像这种颜色比较缤纷的亚麻材质，对，然后它的整体造型的话不会那么单调。你会觉得有一些颜色比较适合夏天，还是比较适合冬天吗？这个的话，我建议还是看场合。如果说是，比如说像是一些 business 啊，比较正式的话，我建议还是要往比较深色一点点，呈现一个比较严肃的感觉。那如果是像夏天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可以大玩特玩一些比较轻松的颜色啊，比如像是这种比较浅色系的，或者说其实今年或这几年来的话，黄色系的布料其实也算是一个蛮受有重点的看头这样。OK。然后我好奇，因为其实对很多人可能来做一个 tailor-made 的 suit， 然后当然要看布料，要看款式，但是费用比可能去一般的店买一台西装高。可是你可以跟我分享来这里做一个西装有什么 service 什么服务的？其实定制跟外面的 ready to wear 最大差别就在于合身度的版型。成衣的话，等于说你要去配合衣服啊，比如说可能肩宽穿起来 OK， 可能其他地方可能没那么适合，就要比较去将就。
那如果像是我们是定制的话，就完全是找你的身形，甚至说你在穿搭上啊，有一些风格想要呈现的想法，在定制上都可以完整呈现在您的身上。那本来我们量身定制都是希望客人可以穿个比较长久的时间，所以我们里面都会有留一些布料，让你身形变化的时候可以放大啊或改小。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几年前，我在一家店买2套西装，一开始很喜欢，然后后来我的上半身变比较壮，现在我穿不下。然后就是就在衣柜里面，然后里面就是他们没有留着什么布料，我也没办法开它的 size。可是如果我来这里做一个西装，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对，其实我们里面留的布料让你到时候变胖5-6公斤，其实都 OK，不要变一个人，我们都还可以救得回来。好，因为我刚刚有提到，因为我会常常运动，然后说可能上半身会比较壮一点，然后发现我的有一些西装外套会有一种凹，这是不 OK 吗？对，这不 OK。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吃的比较好，然后这里会这样，也是不 OK 嘛？这也是不 OK。这个是需要注意的细节吗？其实我们在不管是购买或是定制一套西装的话，最重的一开始选择会是在于肩膀跟胸的尺寸，就是肩膀的话不要选择太宽或太窄，胸的话也要适当的去做一些符合，因为你看刚才说你健身太壮，这边就会撑开就不好看了。不好看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细节，就是在我们下摆的这个部分。像你看的话，发表你穿刚才是虽然比较一个优雅这样顺畅的，那不知道大家近年来有没有看一些 Daniel Craig 演的007，是真的演得很棒，但有点可惜他的衣服有点太窄了，所以真的对他窄到的话，这边有一点点跑出这样的衬衫，那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的话，视觉上就有被一个截断的感觉，就不是顺修了。不会是哦，了解。所以国外就有人戏称是006.5，就不是007了。真的？OK。那你看到一个人，可能就是身材比较高，还是身材比较矮，还是比较肉、比较瘦？有什么款式是比较适合每个身材啊？是会让身材更漂亮？其实因应不同的身形，它在布料的选择上，或者说在款式的选择上的话，都有一些小细项要注意的。比如说像是一个很壮硕有在健身的人的话，我建议他布料上可能要选稍微比较轻薄一点点。比较看起来不会到这么臃肿太快的感觉。好，那再来是说颜色上也是一个重点。如果说你看起来是比较壮硕的话，我建议颜色就要选稍微比较深色一点点去修饰。那反而的话，如果说你是比较一个瘦，你需要一个分量感的话，那可能就是要选择稍微比较浅色一些的。对。了解。刚好我的同事 Brad 他就是一个比较高瘦类型的，待会我们可以请他来介绍一下。好，欢迎来 Brad。而且很喜欢，因为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穿西装外套，但是不同的 style，我是可能就比较正式一点，有比较 casual，然后有更 casual，因为有搭配一个西装裤，一个牛仔裤。其实像 Brad 他是比较偏瘦的体型，那我们在穿的时候就不要把胸穿到太合，这样反而看起来会太更瘦。所以我们在那个制作购买上的话，会建议胸选择一个比较有一个分量，但腰身也是有拉出来一点点，让它看起来是一样有一个修饰的效果。对，那在面料上的话，也可以建议选择这种比较硬挺，去支撑它看起来这个挺度有一个比较利落的形象。了解。然后外套的长度，我可以看后面。可以。其实西装外套有分不同的款式吗？是。那有时候就是可能是分在中间，或者分在旁边。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这个最主要会是一些风格上的取向。对，那当然体型上的话，也可以依照这个去做一些修饰，比如像是有人在健身啊、深蹲，臀部比较翘一点点的话，就建议可以选择像是这种双叉，让它看起来后面是有比较一个顺畅的修饰效果，这样子的。了解。台湾人第一印象就是它可能就是你要去上班啊，或者说你要去结婚。但其实西装它这个衣服，它本来在欧洲或者是像是日本，它都是日常的服装，是去穿搭，所以我们不要把它想得这么严肃，它其实是有很多元的变化的。比方像法比奥你今天穿的，就是一个首先比较正式一点的形象，穿一个 suit 成套。
那像是如果说不想要到这么严谨的话，可以像我这样穿这种 blazer，当然也是打个领带，呈现一个比较 smart casual，但还是有点正式的效果。那如果说想要再更轻松休闲，那我们其实可以尝试像这样子搭配个高领毛衣，或者说 T 恤，那大家最喜欢的牛仔裤也可以直接把它搭进去，又简单呢，然后非常的优雅。是，甚至说你要搭配像是白裤啊，或者说chino卡其裤，其实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所以它的搭配性、包容性其实是非常广泛的。今天非常感谢 Brandon 的分享，希望大家对西装有个新的了解跟想法。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，穿西装是很性感、很有型的生活态度。然后下次看到朋友穿西装，不要忘记给他一个称赞。如果你们有兴趣来做一个定制的西装，可以来这里 GoTe， 你们一定会找到一个很专业的服务。那我们下个礼拜见，为了一个新的 The Gentleman Journey， 麻烦你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，拜拜。